也许你会认为，佛学在历史上最大的竞争对手，一定是同诞生在印度的印度教。然而，可能并非如此。有这样的一个宗教，理论与佛学相似，修行与佛学相像，并且在历史上曾与佛学争雄千年。直到近代，就连作为印度国父的甘地也视其为精神来源。这就是和佛学同时代诞生的，并且同样延续2500多年的耆那教。可现在大家提起它，大概第一印象不过是裸行修行的僧侣，挑战着世俗的认知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你和我一起对耆那教进行了完整的了解，那么可能也会和我一样，对耆那教从嘲笑到敬佩，最后唏嘘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。从嘲笑开始，不得不说，在外人眼中，耆那教怪异无比。我们先不谈它的教义哲学，光看外在表现就足够震惊。第一，裸行修行。世上大多数的宗教的教徒，基本是越高级，身着就越华丽，而耆那教呢，越高级的僧侣穿着越少，最高级的甚至是赤条条的修行。宝莱坞的史诗电影2部《巴霍巴利王》气势磅礴，可电影中的英雄原型巴霍巴利却是在战场上裸行站立1年，任由藤蔓缠身，蚂蚁筑巢，最终得道。直到现在，印度南部还有一尊建于1000多年前，高达17米的巨大雕像。不好意思，不得不打码。到了英国殖民印度时期，连英国人也被震惊到了，多次下令禁止裸行僧侣上街，结果每次都引发耆那教徒强烈抵抗。耆那教知名的精神导师桑蒂萨加尔不让裸行上街，甚至就绝食抗议。直到当代也一样，2024年才去世的当代最著名的耆那教精神导师维迪亚萨加尔，哪怕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，也要保持这样的画风。至于他带领僧侣们走上街道，可更要打码了。路边的信徒无论男女，都纷纷下跪来表示敬意。不过耆那教并非所有的教派都是如此，如同金庸小说中的丐帮，分为巫医帮和净衣帮。耆那教大致上可以分为天衣派和白衣派，后者穿着不剪裁不染色的白衣，算是温和一些的改良派。第二，严苛素食。世上宣称茹素的组织很多，但在耆那教徒眼中，这样的标准太过于宽松了，因为就连植物也不能随意伤害。我们看一下耆那教徒的饮食清单，只不过这是一份黑名单，不吃肉，不吃蛋，毋庸置疑，这是最基本的禁忌，这些都要杀害生命。不吃发酵类食物，包括酒、酸奶，因为在发酵的过程中，微生物也会产生。不吃蜂蜜，因为在采集的过程中，难免会伤害到蜜蜂。不吃根茎类蔬菜，如土豆、红薯、洋葱，因为拔起植物就要杀死植物，更何况也会杀害土里面的微小生物。不吃无花果，因为小虫子会钻进去产卵。不吃蘑菇，因为蘑菇会跟微生物一起生长。某些严苛的耆那教徒还不吃绿叶菜，因为切掉叶子，植物也会痛。甚至有的
还不吃红色的植物，因为长得太像肉。这个时候你当然会在计算，那还有什么可以吃的呢？也就只剩下了枯萎后才会收获的谷物，即将掉落枝头的果实，以及一些豆类和坚果等等。不过你可能想不到，历史上的耆那教徒是可以喝奶的，因为古代的乳牛基本上不会受到虐待。然后耆那教徒基本上会避免在日落后进食，因为飞蛾扑火、小虫入口，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第三，绝食而终，这是更加难以理解的地方。高级别的耆那教僧侣最终的归宿基本都会选择绝食而终，比如上面所说过的精神导师桑蒂萨加尔80多岁的时候决定追随先师，先是只喝水，坚持了20多天，再然后连水也不喝，又坚持了10来天，就此告别世间。这一点可不是早期教义的扭曲，而是耆那教最早的信仰组成。耆那教创始人伐达摩那一生培育弟子多人，但门徒居然都纷纷饿死，最后只剩下2名继续传道。甚至这种绝食而终的行为在信徒中也广为流传。大家都知道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是佛教的首位护法明王，但他的祖父旃陀罗基多，也就是孔雀王朝的开国君主，作为一位虔诚的耆那教徒，最终的归宿同样是饿死的。以上的这些种种都是耆那教的苦行，也被视为净化灵魂的方式。而苦行还不仅仅只是这些，喝水要过滤，呼吸戴口罩，这些都是要避免伤害微生物。不刷牙，不洗澡，睡硬地板，不理发，而是拔掉毛发，很多很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奇怪的耆那教凭什么会成为佛学的千年宿敌呢？以敬佩为记，让我们拨开苦行的外在表现，深入到耆那教的内核，就会发现一个同样深刻的哲学体系。耆那教和佛学有太多的相似之处，很难不让人对两者进行对比。两者诞生时间差不多，甚至耆那教还要稍早几十年左右，那正是人类思想大爆发的一个时期。汉地同时代的百家争鸣也在印度同时发生。佛学和耆那教都对婆罗门特权强烈反对，是沙门思潮的代表者，也是最终唯二的胜出者。耆那教创始人伐达摩那生平路径几乎跟佛陀一致，刹帝利王族，锦衣玉食，娶妻生女，沙门修行，树下觉悟，弟子追随，高临涅槃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有人提出佛陀的生平是抄袭耆那教的。真的吗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我们稍晚再说。我们知道佛学讲戒定慧三无漏学，第二个相似之处就是戒律。佛学和耆那教都有5戒，我们可以看下这个表格，甚至是耆那教更严格一些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。对于表格中的第5项，佛学讲不饮酒，耆那教本身就已经把饮酒定义为杀生，所以第5戒是不执着，主张放弃一切的身外之物。那么先不管相似的原因，难道戒律是越严格越好吗？这是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同样稍晚再说。第三个相似之处在讲禅定。
耆那教也有禅定的修行方式，也称为三昧耶，每日最长时间近8个小时，除了俗称的双盘和单盘，甚至还加上了站立禅定方式，这当然就更辛苦了。那么第3个问题来了，为何都有如此相似的禅定方式？第4个相似之处，最后讲智慧。耆那教也有非常深奥的哲学体系，比如盲人摸象的寓言，最早就来自耆那教。佛学讲修行要8正道，耆那教主张正信、正知、正行。佛学讲苦集灭道的4圣谛，耆那教主张7谛。那么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些教义到底是谁抄袭了谁？一样，我们最后一起说。在历史上，耆那教和佛学的竞争远超大家想象中的激烈。佛学和耆那教诞生不久，印度本土的第一个较大王朝摩揭陀王朝，前2任国王平沙王、卫生院，他们的选择只能是2个都支持。到了孔雀王朝的首任君主旃陀罗基多，也就是月护王，我们刚才讲过，作为信仰耆那教的帝王，活生生把自己饿死了。到了他的孙子佛教的首位护法明王阿育王，开始弘扬佛法，可他的孙子三波罗底却又开始信奉耆那教。所以说，佛学虽然在孔雀王朝轰轰烈烈，其实只是显赫一时。之后的历史，佛学和耆那教互相都在发展，双方在护法王之争中互有胜负，但最终走出了不一样的道路。佛学最终消亡在印度，却走向了世界。耆那教从未走出印度，却一直顽强存活至今。时至今日，耆那教徒的人口仅有不到500万，只占到了印度的 0.4%， 但作为族群是极其成功的。让我们看一组数据：87% 的识字率，34%的大学学历，在整个世界都十分领先。作为最富裕的族群，占印度总税收的 5%， 贡献 8% 的 GDP。占据印度 46% 的股票经纪人，深刻影响印度金融业。印度的宝石非常有名，他们垄断了 80% 以上的生意。最厉害的一点，捐赠慈善占到了印度的 32%。耆那教徒在古代几乎无法从事任何职业，养殖、屠宰、捕鱼、打猎就不用说了，甚至连农业也无法从事，因为耕种会伤害到土地中的动植物，所以大多数都从事商业。耆那教族群的成功，正是源于其背后的主张：非暴力、不说谎、不剥削，并取得了世俗上的成功。其实，这正是佛学所说的共业的力量。一个人的向善之心，也许是渺小的，一群人的向善之心却可能会改变许多许多，乃至会反哺自身。2024年4月，印度一对耆那教富豪夫妇宣布出家，并将20亿卢比全部捐赠。他们最后仅保留2件白衣服、一个化缘碗和一把扫帚，修行度过余生。但为何我会说再深入了解耆那教会以唏嘘结尾呢？让我们接着聊，并回答刚才的4个问题。以唏嘘收尾。敬佩之后是唏嘘，耆那教确实非常了不起，
然而它的局限性正是来自其哲学底色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何耆那教会甘于苦行？归根结底还是来自其教义。耆那教和佛学一样，也主张业力，然而耆那教却认为业力是极其微小的微尘，会附着在灵魂上，需要用苦行方式来把业力洗涤干净，提出业尘附魂，苦行可净，这样就很容易滑落到极端主义。开篇提到的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，就会豁然开朗。为何裸形主义？因为不占有的最终外在表现，便是在人世间赤条条。为何严苛素食？因为哪怕小恶也会沾染灵魂，所以如此极端。为何绝食而终？因为要避免带着此生的所有业力去轮回，所以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完成某种意义上的修行冲刺。苦行是对的吗？佛陀早期曾尝试过苦行求道，日食一麻一麦，直至形容枯槁，但佛陀最终敏锐地察觉到，苦行不能成就大道，领悟了中道修行的智慧。佛学经典指出，苦行并不可取，耆那教如此，只是附身非附心，不能断烦恼，所以在佛学经典中称其为裸行外道。该回答刚才的问题了，也是网上经常被误解的几个问题。一，佛陀的生平是抄袭耆那教的吗？历史已经过去2500多年，很难说清楚真相，何况印度本就不重视历史。更可能的原因是在沙门思潮下，大多数的修行者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，都源于较高种姓，都有相似的人生经历，并没有什么不可能。二，难道戒律是越严格越好吗？我们刚才已经回答过了，佛学的中道修行才值得推荐。三，为何都有相似的禅定方式？因为印度炎热的天气下，几乎所有的教派都有类似冥想的训练，而我之前的节目中也提到过，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下，冥想可以改善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之间的连接，减少了焦虑和压力，并让幸福感的神经递质，如内啡肽、血清素、催产素等提高分泌。四，教义到底是谁抄袭了谁？这个问题也十分明朗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出，耆那教和佛学的思想内核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两者都继承了婆罗门教关于轮回和业力的思考，但还是有本质区别。比如耆那教相信灵魂，佛学却否认灵魂，也就是无我。再比如耆那教认为业力是微力，附着在灵魂上，而在佛学的哲学观下，业更像是因果法则。我个人觉得佛学更加形而上，悲智双运，耆那教更加形而下，苦行净魂。一个化解执着，一个执着化解，你是如何认为的呢？中道修行的智慧，在莫高窟中描绘了这样的一个故事。耆那教主伐达摩那，佛学称为尼乾子，手握一只雀鸟问佛陀，此鸟是生是死？佛陀深知他的用意，若答生，则捏死；若答死，则放飞。佛陀最后的选择是默然不答。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佛学中道修行的智慧，即便尘世间苦行会让凡夫动容，乃至引来追随，但别忘记，这当然也是一种执着。
对苦行的迷恋，也许正是另外一种迷失。佛学带给我们的，就如同这个雀鸟是死是活的故事，丢掉了对胜负的执着，也就丢掉了极端的可能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